我曾无数次幻想过我的婚礼，或许是在洒满阳光的草坪上，或许是在庄严肃穆的教堂里。我的爱人会单膝跪地，为我戴上戒指，眼里的爱意比星辰还亮。我唯独没有想过，我的婚礼会是在全城最豪华的酒店里，在我亲手撕碎的价值100万的婚纱旁，在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后，以一句“这个婚我不结了”作为终章。回想起这一切，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有些人的膝盖一旦跪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和江帆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他不算顶尖的帅气，但干净、温和，笑起来眼睛里有星星。我们聊得很投机，从电影到旅行，再到对未来的规划，几乎一拍即合。他的家境很普通，父母是小单位的职工，在一个3线城市生活，而我在锦城有一份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事业小成，名下有房有车。我从未觉得这些是障碍，我看重的是他这个人，是他会记得我无意中提过的喜好，是他会在我加班深夜带着热腾腾的夜宵出现，是他在我生病时笨拙地学着煲汤。他说我这样独立又能干的女孩子，让他既心疼又敬佩。我以为我找到了那个可以携手一生的良人。第一次见他妈妈张丽华时，他表现得也格外热情，他紧紧拉着我的手，一口一个好孩子，眼睛却在我那辆宝马车的钥匙和手腕上的卡地亚手镯上来回打量。我们家江帆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女朋友，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他笑得满脸褶子，拍着我的手背，苏晴啊，你放心，以后结了婚，江帆要是敢欺负你，妈第一个不饶他。当时的我被爱情的甜蜜冲昏了头脑，只觉得他是真的喜欢我，为儿子高兴。我天真的以为所有的热情都发自真心，现在想来，那不是热情，那是裹着糖衣的算计。他喜欢的从来都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看起来条件不错的背景，是能让他在亲戚邻里面前炫耀的资本。我和江帆的感情稳定发展，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而那个阴影就是在我们定下婚期后悄然降临的。那个女人的名字叫林薇薇，是江帆的前女友。我知道她的存在，江帆很坦诚地告诉过我，他说他们是大学同学，爱得轰轰烈烈，但毕业后因为家庭差距太大，被林薇薇的父母强行拆散了。他爸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身家上百亿，根本看不上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江帆说起这些时，眼神黯淡，充满了无奈和一丝屈辱。为了让我离开他，他爸甚至用了一些商业手段，让我爸差点丢了工作。我们是真的没办法才分开的。他反复向我保证，他和林薇薇之间早就断得干干净净，绝无联系。我信了，我心疼他的过去，觉得他也是个受害者，也因此更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现在。可我没想到，这段本该埋葬在过去的往事，会被我的准婆婆张丽华亲手从坟墓里刨了出来。张丽华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林薇薇的显赫家世，具体到了林氏集团的市值和影响力。从那天起，她整个人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她不再夸我能干，而是开始旁敲侧击的抱怨：哎，你说我们家江帆这命啊，怎么就这么不好呢？眼看就要当上豪门女婿了，就差那么一步。要是当初他们俩成了，我们家现在也是上流社会的人了，哪还用住在这个破小区里？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忍着情绪，尽量平和地说：
妈，那都过去了，现在跟江帆在一起的人是我，我们会靠自己努力过上好日子的，靠自己要熬到什么时候？他斜了我一眼，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惋惜和不甘。苏晴啊，不是我说你，你虽然自己能挣点钱，但跟人家林家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这句话像一根毒刺，狠狠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天起，他对我的态度从热情变成了毫不掩饰的挑剔和轻蔑。随着婚期临近，张丽华的表演愈发变本加厉，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谄媚。有一次，他借口商量婚礼细节，组了个家宴，却在我到了之后，才惊喜地告诉我，他请了一位贵客，那位贵客就是林薇薇。林薇薇穿着一身高定连衣裙，妆容精致，像一只骄傲的孔雀，施施然地走了进来。她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审视和居高临下的轻蔑，而张丽华则像个宫里的老嬷嬷见到了公主，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哎呦，薇薇啊，你可算来了，快坐快坐，阿姨知道你要来，特意做了你以前最爱吃的糖醋鱼。她一边说，一边亲自为林薇薇拉开椅子，那姿态卑微的让我不忍直视。整场饭局都成了林薇薇的个人秀和张丽华的奉承大会。薇薇，你又变漂亮了，皮肤真好，用的什么护肤品啊？也给我们苏晴推荐推荐，让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学着点怎么保养。薇薇，你在你爸公司做得那么好，真是能干，哪像我们苏晴，就知道守着他那个小破工作室，没出息。他把最大的一块鱼腹肉夹到林薇薇碗里，对自己身边的准儿媳我则视若无睹，仿佛我是一团空气。我坐在那里如坐针毡，手里的筷子重若千斤。我频频看向江帆，用眼神向他求助，希望他能站出来说点什么，维护一下我的尊严。可他呢，从头到尾都只是埋头吃饭，偶尔在我踢他的时候，才抬头对我投来一个忍一忍，别让我为难的眼神。饭后，林薇薇优雅地擦了擦嘴，对我友好地笑了笑。苏小姐，恭喜你们，阿姨也是，总活在过去，念旧情，你要多担待。话听起来客气，语气里的优越感和炫耀感却快要溢出来。我冷淡地点了点头，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回去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江帆，你妈今天是什么意思？在自己家当着我的面去巴结你的前女友，你把我当什么了？江帆却一脸为难和不耐烦。哎呀，我妈就是那样的人，爱面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别跟她一般见识行不行？再说了，林叔叔的公司跟我爸单位有业务往来，我妈也是怕得罪人，所以我就活该被当成透明人，活该被他拿来和你前女友比较羞辱。我的心一点点变冷，怎么是受委屈呢？你大度一点不就好了吗？林薇薇也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啊。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苏晴，你能不能别这么敏感？为了我忍一忍不行吗？为了他忍一忍，这句话在之后的日子里成了我听得最多也最让我恶心的一句话。如果说家宴只是前奏，那么之后一系列的婚礼筹备则是一场对我尊严的公开践踏。选婚纱，张丽华以长辈的眼光更好为由，非要跟着一起去。我选中了一款设计简约、线条流畅的缎面婚纱，很符合我的审美。他却指着另一款繁复夸张、镶满水钻的婚纱，大声说道：“就要那件，那件好看。”薇薇上次在她朋友圈发的照片，穿的就是那种公主风的。订酒店，她无视我选好的几家，
独断专行地订在林氏集团旗下的6星级酒店，理由是让薇薇和她爸爸来也方便，有面子，排座位。他更是理直气壮的要把林薇薇一家安排在主桌，位置甚至比我父母的还要尊贵。我据理力争，换来的却是江帆一次又一次的和稀泥。哎呀，婚纱不就是一件衣服吗？酒店不就是个吃饭的地方吗？座位而已，你怎么这么多事啊？我妈都是为了我们好，想把婚礼办得风光一点，你怎么就不理解呢？苏晴，你能不能别闹了？婚期都定了，请柬都发出去了，你现在这样是想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丢脸吗？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那张我曾经深爱过的脸，如今却写满了懦弱、自私和无能，我的心彻底死了。婚礼前一天晚上，张丽华拿着一张金色的卡片，喜气洋洋地来找我。苏晴，明天婚礼上，你把这个特殊贡献贵宾的喜卡亲手交给薇薇。我看着那张烫金的卡片，觉得无比刺眼。我冷冷地问：什么贡献？当然是薇薇爸爸的贡献。张丽华一脸理所当然，要不是他帮忙，江帆那个小破公司能拿到林氏集团的订单，我们家能换上新车。做人要懂得感恩。原来如此，原来江帆不仅没有和林家断了联系，甚至还为了订单主动去摇尾乞怜。原来我即将住进的新房，我即将参加的婚礼，都沾染着他前女友家的恩惠，而我这个正牌妻子却要在这场本该属于我的盛典上去感谢另一个女人的施舍。我气得浑身发抖，几乎要将手里的杯子捏碎。我看着张丽华那张写满了势力和算计的脸，又看了看旁边默不作声、默认了这一切的江帆，我忽然笑了。我接过那张卡片，点点头，说：好，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都以为我妥协了，满意的离开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妥协的不是这场荒唐的婚礼，我是在心里为这段感情，为眼前这2个人判了死刑。他们想要的是一场让我尊严扫地的感恩大会，而我决定要给他们送上一场永生难忘的盛大的葬礼。婚礼当天，锦城最豪华的6星级酒店，宾客满堂。我穿着那件自己一点也不喜欢的、充满着另一个人影子的婚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面无表情地走完了所有虚伪的流程。江帆和张丽华都喜气洋洋，以为我终于识大体、顾大局了。林薇薇穿着一身艳红色的高定礼服，作为特殊贡献贵宾，被张丽华亲手安排在了主桌最显眼的位置。那身红比我这个新娘还要扎眼。终于到了给长辈敬茶的环节，我端着茶，恭恭敬敬地敬完了我自己的父母，也敬完了江家的几位长辈。轮到婆婆张丽华时，她却笑眯眯地接过了我手里的茶盘，然后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在所有宾客的注视下，一步步走到了林薇薇的面前。全场的宾客都愣住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听张丽华用一种近乎炫耀的、生怕别人听不见的语气，高声说道：苏晴啊，来，给薇薇也敬一杯茶。我们家江帆的公司能有今天，多亏了薇薇和她爸爸的提携和帮助。做人要懂得感恩，这杯感恩茶，你今天必须敬。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婚礼现场轰然引爆。羞辱，这是赤裸裸的，当着数百位亲朋好友的面，对我最极致的羞辱。让新媳妇在婚礼上给丈夫的前女友敬感恩茶，这是把我这个正牌妻子的脸面狠狠地撕下来，扔在地上，再碾上几脚，只为了去抬高林薇薇的身价，去谄媚她背后的权势。
我看到我父母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气得浑身发抖。江帆站在一旁，脸色煞白，手足无措，嘴唇动了动，却连一个屁都不敢放。林微微则优雅地坐在那里，嘴角噙着一抹胜利者的微笑，好整以暇地看着我，准备接受这份大礼。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的身上，有同情，有怜悯，但更多的是看好戏的幸灾乐祸。我成了全场最大的一个笑话。只见我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后，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个灿烂至极的笑容。我从张丽华手里接过那杯茶，温顺地点了点头。妈，您说的对，做人是该懂得感恩。我端着茶，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一步步优雅地走向张丽华。就在张丽华以为我要听话去给林微微敬茶，脸上露出满意笑容的那一刻，我手腕一扬，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用尽我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扇在了张丽华的脸上。滚烫的茶水和茶叶溅了她一脸，巨大的力道让她整个人都踉跄着后退了2步，脸上瞬间浮现出5个清晰的指印。整个婚礼现场在经历了0.1秒的死寂后，彻底炸开了锅。所有人都被这石破天惊的一幕给震懵了。我甩了甩自己打得发麻的手，拿起司仪台上的话筒，声音冰冷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厅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婚我不结了。我扔掉话筒，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一把扯下头纱，提起那身繁复又可笑的婚纱裙摆，转身就向大门走去。我的父母第一时间站了起来，没有半分迟疑地跟在我身后，用行动表达了他们对我的支持。站住！江帆终于从石化状态中反应过来，嘶吼着冲上来，想从身后抓住我的胳膊。我像是躲避什么瘟疫一样，猛地甩开他的手，眼神冰冷地看着他。别碰我，我嫌脏。苏晴，你疯了？你知道你今天在做什么吗？他气急败坏，面目狰狞，再也没有了往日半分的温和。我当然知道，我冷笑一声，我在清理我人生中的垃圾。此时，被扇懵了的张丽华也终于回过神来，她捂着自己迅速红肿起来的半边脸，像个疯婆子一样冲了过来，指着我的鼻子歇斯底里的尖叫：你个贱人，你敢打我？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我们江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江家，我笑了，那笑容里充满了极致的轻蔑和嘲讽。你以为你们江家算个什么东西？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慢条斯理地拿出手机，找到了通讯录里那个我极少拨打却分量最重的号码，按下了拨通和免提。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通了，一个沉稳、威严、带着不容置疑气势的男声从电话里清晰地传来：晴晴，婚礼结束了，爸。我的语气平静无波，却足以让主桌附近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婚礼取消了。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随即问道：他欺负你了？我看着江帆和张丽华瞬间变得煞白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所以您之前说要为我准备的新婚礼物，现在可以不用了。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已经从座位上惊得站起来，满脸不敢置信的林微微。哦，对了，您书房里那份关于林氏集团的收购计划书，我前几天不小心看到了，我觉得现在就是个不错的时机。电话那头的声音没有丝毫意外，只有淡淡的一句：好，我知道了，在那等我，我让老刘过去接你。电话挂断，整个宴会厅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收购林氏集团，所有人都被这个信息量巨大的电话给震傻了。张丽华脸上的愤怒和怨毒瞬间凝固，
然后一点点褪去，变成了极致的恐惧和茫然。他哆哆嗦嗦地指着我：“你爸是？”江帆更是浑身抖得像筛糠。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陌生和惊恐，仿佛从来没有认识过我。而那位骄傲的、不可一世的林薇薇大小姐，此刻正双腿发软，脸色惨白如纸，几乎要站立不稳。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以她父亲公司的体量，在真正的资本巨鳄面前，根本不堪一击。而能用收购这种词说得如此云淡风轻的人，其实力是他连仰望都无法企及的存在。寂静中，还是我先开了口。我走到张丽华面前，看着他那张滑稽又可悲的脸，轻声说：“忘了自我介绍一下，我爸是苏振东。”苏振东这个名字，在锦城的商界就是一个传奇，一个符号。白手起家，20年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为人低调，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但他的名字本身就代表着无法撼动的权势和财富。张丽华引以为傲、拼命巴结的林氏集团，在我父亲的商业版图里，不过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公司而已。不可能，这不可能！张丽华失魂落魄地喃喃自语，她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被自己百般挑剔、羞辱的普通女孩和那个传奇人物的女儿联系在一起。江帆的喉结上下滚动，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从不在意他的家境，为什么我可以自己轻松地买房买车。他所以为的下嫁，原来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他才是那个拼命想攀高枝的丑小鸭。晴晴，江帆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他猛地冲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吓人。晴晴，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混蛋，是我懦弱，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他扑通一声，当着所有宾客的面，直挺挺地跪在了我的面前。是我妈鬼迷心窍，不关我的事啊！我心里只有你，晴晴，你原谅我这一次，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紧接着，张丽华也反应了过来，她也顾不上脸上的疼了，连滚带爬地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就开始哭嚎：“好媳妇，我的好儿媳，是妈错了，是妈有眼不识泰山，是妈瞎了狗眼，你打得对，你骂得对。你再给我和江帆一次机会吧，我们以后一定把你当活菩萨一样供起来。”他甚至开始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一下比一下响亮。看着跪在地上，一个痛哭流涕，一个自扇耳光的母子，我只觉得无比的恶心。我用力抽出自己的手和腿，后退了2步。现在知道错了，我冷冷地看着他们。你们不是错在羞辱我，也不是错在算计我，你们只是错在发现自己巴结错了人，得罪了你们更惹不起的人。你们的道歉和你们的谄媚一样，廉价又可笑。我不再理会他们的哭嚎，转身走向我的父母。我爸妈心疼地看着我，我爸脱下西装外套，披在我撕破了婚纱而裸露的肩上，沉声说：“走，闺女。”爸带你回家。我离开后，那场荒唐的婚礼自然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而后续的连锁反应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第2天，锦城的财经新闻就炸了，商业巨头苏氏集团突然对林氏集团发起恶意收购，林氏股票开盘即跌停。林氏集团被爆出多个合作项目违约，资金链疑似断裂。曾经风光无限的林氏集团，在绝对的资本力量面前，就像一栋纸糊的房子，一推就倒。林薇薇和她父亲动用了所有的人脉，想要求见我父亲，却连公司的门都进不去。而江帆家则迎来了更直接的审判。
他们引以为傲的从林氏集团那里拿到的订单，一夜之间全部作废。不仅如此，江帆父亲的单位也以存在重大经济风险为由，终止了和林家的所有合作。江帆那个刚起步的小公司瞬间倒闭，并且背上了巨额的违约金。张丽华为之炫耀的新车被银行拖走，他们为了婚礼贷款买的新房也面临着被查封的风险。短短几天之内，这个拼命想挤进上流社会，为此不惜践踏别人尊严的家庭，就从云端狠狠地摔进了泥里。1个月后，就在我以为这些人已经彻底从我生命中消失时，江帆又找上了门。他在我工作室的楼下等了整整1夜，再次见到他，我几乎认不出来。他瘦得脱了相，胡子拉碴，眼神里充满了血丝和绝望，再也没有了当初半分的干净温和。苏晴，他哑着嗓子叫住我，我没有停下脚步，径直向我的车走去。他冲上来，拦在了我的车前，眼里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哀求和悔恨。我跟陈曼离婚了。他低着头说，那恭喜你，终于摆脱了一个只爱你的钱，不爱你的人。我面无表情地回应，不是的，苏晴，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他抬起头，眼眶通红。这1个月，我想了很多。我错的不是没有认出你的家世，我错的是我根本配不上你。我懦弱，我自私，我没有主见，是我亲手把你对我的好一次次地推开，是我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利益，把你放在了可以被牺牲的位置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公司没了，房子没了，我妈也因为受不了打击病倒了。我不是来求你复合的，我知道我不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丝绒盒子，打开，里面是我们当初一起选的婚戒。我只是想在彻底失去一切之前，再跟你说一句对不起。我看着他，看着那枚曾经承载了我所有爱情幻想的戒指，心里没有半分波澜。我只是平静地对他说，江帆，你说的没错，你确实配不上我，不是因为家世，不是因为金钱，而是因为一个男人的脊梁一旦弯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你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我的尊严当成了可以为了利益随时出卖的廉价商品，而我的尊恩恰恰是我身上最贵的东西。收起你的戒指吧，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说完，我绕过他，拉开车门，绝尘而去，再也没有回头。那场失败的婚礼像一场高烧，烧尽了我过去所有的天真和盲目，也让我涅槃重生。我取消了原本为蜜月准备的所有行程，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我一个人去了西藏，在布达拉宫前晒太阳。我一个人去了海边，在沙滩上看日出日落。我工作室的业务在父亲的帮助下拓展到了海外。我比以前更忙，也更充实。我依然相信爱情，但我更相信自己。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会遇到一个真正懂得尊重我、珍惜我的人。他会和我并肩而立，而不是躲在我的身后，让我为他的懦弱和贪婪买单。至于江帆、张丽华、林薇薇那些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我再也没有关心过。他们就像我人生旅途中不小心踩到的一滩烂泥，我曾经为之烦恼，甚至弄脏了我的鞋，但现在我已经走远了。我换上了更舒服、更漂亮的鞋，走在更宽阔、更光明的路上。前面的风景海阔天空。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